1亿6千万年，那是恐龙统治地球的时间。恐龙没有变成神，它们变成了石油。人类不一样，人类从非洲草原出发，到踏出月球尘埃，只用了几十万年。假如宇宙真的愿意给我们1亿6千万年，我们能走到宇宙文明的哪一级？别急着回答，你先想一想，你的身体是肉做的，你的血管里流动着盐溶液，你无法在太空里呼吸，你冷2天会死，饿7天会死，失眠太久也会疯掉。这就是文明的起点，一滩脆弱的有机化学物。可正是这滩化学物，在短短几千年里，把方程式写到了火星轨道。那么，请允许我带你做一场思想实验。我们按下时间的快进键，把1亿6千万年当成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我们从地球出发，一路攀爬文明的阶梯，从1级、2级、3级、4级，直到5级。你准备好了吗？如果你也想见证人类文明到底能走到哪一级，就点个订阅，我们一起出发。第一站，我们先解决身体的问题。人类的第1代太空殖民者要被火箭发射到别的星球上去，他们的骨头会变脆，肌肉会萎缩，心脏会缩小，因为地球的引力才是人类身体默认的操作系统。到了火星，重力只有地球的1/3，你需要每天锻炼几个小时才能勉强维持骨骼密度。移民到一颗小行星上，重力几乎为0，血液会涌上头，脊柱会拉长，眼睛会变形，你会变成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所以文明要想离开摇篮，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造飞船，而是改造身体。基因工程师会把耐辐射的基因注入人类的胚胎，他们会让新人类拥有更密实的骨骼，更强健的心肌，更能耐受高剂量的辐射。接着义肢会取代血肉，你的眼睛可以换成一模一样的摄像头，你的心脏可以换成永不疲倦的人工泵，你的肺可以升级为过滤器，直接从水里提取氧气。到那时候你还是你吗？请记住这个问题，它会在下面的旅程中反复出现。意识上传是另一个选择，科学家会扫描你的大脑，记录每一个神经元、每一道突触、每1毫秒的电信号。他们把这些数据倒进一台量子计算机，屏幕亮了，一个新的你在虚拟世界里睁开眼睛，那个你拥有你的记忆，你的口音，你爱吃的菜，你害怕黑。他说他就是你，这听起来很完美，但残酷的问题是，原来的你躺在椅子上，没有任何变化，你还活着，你还萎缩在皮肤里，你看着屏幕里的那个自己，他也在看着你，你该去哪一个？谁才是真正的你？这就像一条木船，修船的人每天换掉一块旧木板，换了几十年以后，船上已经没有一块原始木板了。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吗？你如果跳进这条哲学之河的深处，你会发现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人类不会因此停下，他们会把性格上传到云端，把思维放进机器。他们会和自己的数字副本争夺工作岗位，争夺爱情，他们会为谁拥有遗产而打官司。这是文明在肉体阶段的第一场闹剧，但它必须走过。不过光是修好身体，文明还谈不上升级。文明等级的标尺永远只有一个：能量。地球上的能源是文明的第一口奶，煤炭、石油、天然气都是远古的阳光被埋在地下几十亿年，人类在短短200年里就把它们烧掉了大半。等它们耗尽，我们还有核聚变，2个原子核在几千万度的火焰里撞击，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个过程就像把2块磁铁硬生生压成一块，它不需要像核裂变那样担心废料和爆炸。太阳就是一颗巨大的核聚变反应堆。如果人类能在地球上点燃一朵微型的太阳，文明就彻底摆脱了燃料型文明的初级身份。你会在戈壁滩上看到巨大的环形装置，它悬浮在磁场之中，它的内部温度比太阳核心还要高。当点火的那一刹那，那朵小小的太阳会照亮人类的未来。据说第一座可控核聚变电站落成那天，会是人类历史上的第2次从火中取火。第一次是盗火的传说，这一次是真的。
但一颗行星的承载能力终归是有限的，就算是核聚变也需要燃料。地球上的氢和裸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真正的星辰大海在头顶。木星大气层里有取之不尽的氦三和氢，你会看到一支又一支庞大的采矿舰队飞向木星，它们的尺寸堪比城市，它们像蚊子一样扎进木星的云层，用巨大的磁场漏斗把气体吸进提炼舱，然后把装满能源的集装箱沿着太阳系的高速公路送回地球。与此同时，月亮、火星、小行星带都成为了工厂，冶金工业会搬到太空，因为那里有真空，有低重力，有无限的太阳光。你可以把一颗小行星打造成一艘船，你可以把另一颗小行星掏空成一座城市。你问，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利用太阳？对，这才是关键的一步。卡尔达肖夫时代的人们会告诉你，一个文明的进化就是从使用行星到使用恒星。这个计划的名字叫戴森云。想象你站在地球上，抬起头，天空中有无数颗闪亮的点，它们不是星星，是太阳能板，它们排列成一个巨大的云团，把太阳整个包围起来。这云团不是密不透风的壳，它更像一场跨越好几亿公里的金属雨。每个单元都是一面薄如蝉翼的反射镜，它的面积可能比一个省还大。它做的事儿是拦截太阳发出的光，把光能转化为电能，再以微波束的形式向地球传输。当这些镜子越来越多，太阳的光芒会变得昏暗，地球的白天会向黄昏，这也是必要的代价，因为在那时人类已经不需要阳光来照明了。他们会利用每一焦耳的能量，他们会把整个太阳系变成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太阳就是水库，戴森云就是水龙头，文明从此有了几乎无穷无尽的功率。它可以模拟整个行星的地质活动，可以加速飞行器，可以改变火星的气候，它甚至可以反向操作，取走太阳中心的一小部分气体，像抽脂一样降低太阳的亮度，延长恒星的寿命。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夸张的梦吗？你错了，在这个尺度上，物理定律允许它发生，我们缺少的只是时间和意志。而这两样东西恰恰是文明最不缺的。当人类完成戴森云计划，文明就跨入了一个新的级别。按标准的划分，这已经是1级文明向2级文明迈进的路上。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有了恒星就万事大吉，宇宙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在银河系的猎户座悬臂上，不只住着我们一颗太阳，还有很多比太阳更大燃料的恒星，它们走到晚期会垂死挣扎。它们先是肿胀成红巨星，然后某一天核心塌缩，外层物质被炸飞。一次超新星爆发的能量相当于一整个银河系的恒星在几秒钟内同时释放，这对临近的生命来说是不可抗力。如果你的恒星系附近有一颗即将爆炸的大质量恒星，你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它，你唯一的选择是搬家。可是太阳系太大了，你没法把所有行星都带走。于是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无比大胆的方案，把恒星当作发动机。这就是史卡多夫推进器。你需要在太阳的一侧安置一面巨大的镜子，这面镜子的尺寸要和太阳系一样大，它由亿万的纳米结构组成，它会把太阳一半的辐射反射回太阳表面。于是太阳形成了一面亮一面暗的局面，光子压力的天平被打破了，太阳会被推着朝一个方向加速。整个太阳系就像一艘没有船体的巨舰，它在黑暗的宇宙中缓缓移动，它的速度很慢，每秒只能前进1/1000米，但时间站在我们这边，1天、1年、1000年、100万年，日积月累，太阳系会以每小时几十公里的速度在银河系中漂移。你可以想象一颗星球带着行星，带着云层，带着城市的灯火，沿着预定的航线穿过一片又一片星际尘埃。这个场景像一只背着重壳的蜗牛在沙漠上留下一条长长的银线，只是这只蜗牛背的是一整个太阳系。你也许会说，这么慢有什么用？有用。你可以躲避超新星爆发的余波，你可以驶离即将消失的星云，你可以主动靠近另一个行星系统，中途摘取资源。
你甚至可以调整轨道，避免跟另一颗恒星相撞。文明的战略从防御变成了进攻，流浪成为了一种姿态。但很快你就发现，整个银河系才是你的舞台，太阳系不过是一粒沙子。为了占领银河系，你需要数量惊人的探测器，它们叫冯诺依曼探测器。它们没有人类的外形，它们的心核是一个智能体，它们的任务是飞向另一颗恒星，到达以后利用当地的物质自行复制出成百上千个子体，每一个子体会继续飞向下一批恒星。这是个可怕的指数增长。一台探测器在几个世纪之内可以变成几万台，几万台可以变成几亿台。它们扫过银河系，像蚁群铺满一整片草原。它们侦测、记录、开采、建设。它们会为人类建起一个个中转站。它们会给每一颗行星打分，评估它是否适合殖民。它们也会传播人类的火种。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扩张，也是生命的一种本能。但是光速是不变的铁律，探测器的信号永远以光速回到地球。在直径10万光年的银河系里，一个命令传达到最远的殖民地可能需要几万年。当你指挥一场散布在银河系各处的战争时，你的命令还没到达前线，前线已经自己打了3代人的仗。这就是光速墙，它像一堵叹息之墙。你隔着墙喊话，墙的另一边要等上百年才能听到。你无法开一个实时的会议，你无法跟远方的朋友握手，你只能通过信件维持联系。每一封信都要飞几千年。想象一下，你出生在地球，你的家族在银河系另一端的殖民地扎根，你的曾祖父从地球出发，带着一封家书，那封信经过4000年的飞行，终于抵达殖民地。当地的人们用一场盛大的仪式迎接这封来自古代的信，但他们对信封上的名字毫无感觉，因为那是4000年前的古人，他们从未见过。他们只是从中知道地球上曾经有一个种族叫人类。你看，这就是距离带来的异化。当通信时间超过生命本身，人类就不再是一个整体，猜疑链就在这片寂静中慢慢长成。你和你相隔1万光年的同胞对彼此的了解，可能不如你对一只外星人了解得多。你不知道对方现在变成了什么样，你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认为自己是人类。你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也有武器。于是恐惧变成了先发制人的动机。你想先动手吗？在宇宙尺度上，先动手的意思是用一颗被加速到0.几倍光速的小行星砸向对方的家园。这颗小行星经过千百年的飞行，你计算好了时间，在你发出攻击的那个世纪，你的敌人也许还浑然不知。但这没关系，你按下了按钮，然后你等1000年后，你收到一颗小小的信号弹，告诉你对方已经化为灰烬。你甚至无法确认对方是否真的还存在。就这样，银河系的内战开始了。这场战争没有士兵的呐喊，只有冰冷的物理学。你可以让一颗恒星坍缩成黑洞，吞噬它周围的一切。你可以引爆对方的恒星工程。你可以把一颗厚重的气态行星扔进对方的戴森云里，让它的发电网彻底瘫痪。文明之间的杀戮冷静从容，像下棋一样。最终，人类分裂成无数个独立的星系政权，他们拥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基因、不同的自我认知。有人说这是文明的悲哀，也有人认为这是生命的必然。毕竟宇宙太大了，大到你无法用温柔来弥补距离。更重要的是，人类这个物种本身也在分化。第一支人类是纯数码生命，他们的意识游荡在量子计算机里，他们不再需要空气、水和食物，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思维复制成无数个副本，他们可以在同一秒里处理几千个世界的问题。第二支人类与机器深度融合，他们看起来像一艘飞船，像一只机械章鱼，像一团在真空中缓慢翻滚的金属纱线。他们会在一个殖民星系里静静等待几千年，他们在冥想，在推导数学，在看黑洞蒸发。第三支人类则选择回归肉体，他们定居在人工行星上，他们用基因技术调整自己的身体，他们保留了爱情、婚姻、诗歌
还有葬礼。这3种人类彼此看不惯，纯数码生命嘲笑机械生命笨重，机械生命嘲讽肉体的脆弱，肉体文明则咒骂数码生命没有灵魂。他们还都叫做人类，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比人类和黑猩猩之间的关系走得更远。这是一个文明碎裂的时代，但也是文明多元化最辉煌的时代。如果从宇宙尺度俯瞰，你会发现银河系里到处都是人类曾经留下的痕迹。巨型结构在恒星周围闪闪发光，行星被改造成了智慧熔炉，虚空之中漂浮着数字化的灵魂。人类文明终于成为了一颗3头巨兽，盘踞在整个银河系。可这还不是终点，3级文明再强大，也还会受制于宇宙的规则。恒星的燃料有限，就算你把一颗恒星榨干，它的总能量也不足以支撑文明向更深的宇宙推进。你需要黑洞，黑洞是宇宙中埋藏最深的宝藏。通常我们觉得黑洞可怕，它吞噬一切，连光线都不放过。但物理学的奇妙之处在于，引力束缚的能量也可以被提取。一种古老而深邃的理论叫彭罗斯过程。具体来说，黑洞在旋转的时候会拖拽周围的时空一起旋转，形成一个能层。如果你把一个物体丢进这个能层，让它分成2半，一半掉进黑洞，另一半则会被甩出来。由于黑洞的旋转能已经被撬走了一点，被甩出来的那一半会携带比原来更多的能量。这就像你在一个巨大的蜂蜜池边把一根棍子伸进去搅动，抽出来的时候棍子上沾满了一整片甜味的能量，只是这片能量远超恒星。而且黑洞是不停转的，你可以在它身边建立起一座涌动的发电站。人们会在黑洞附近建造一个巨大的吸积盘发电机，他们把一颗又一颗的小行星投进能层，他们用巨大的缆绳把能量从世界边缘拖出来。他们的工厂在高温和引力潮汐的尖叫声中运行，那场景是真正的深渊采矿。光有能量还不行，文明还需要更强大的计算力。于是他们又提出了一个宏伟的构思——俄罗斯套娃脑。想象一颗超大质量黑洞，它的引力场扭曲了周围的时间，紧贴着黑洞边缘的时间走得极慢，而在远方的时间走得飞快。如果在黑洞周围的轨道上一层层地铺设计算设备，就能用时间差制造出一台巨大到足以模拟整个宇宙的计算机。最内层的设备经历1秒钟，外层可能已经过去了1万年。外层计算机可以利用满意的时间处理极其复杂的问题，内层计算机则可以在缓慢的时间里存储永不腐坏的数据。这是一种让人精神错乱的结构，但它的能力足以让一个文明成神。你可以用俄罗斯套娃脑模拟可能存在的每一个历史分支，你可以让亿万个意识在其中同时运行，你可以用计算结果反过来修改现实世界的方案，比如如何避免一颗脉冲星的爆发，如何与某个外星文明和平谈判，甚至你可以在虚拟世界里构建出一整个地球的复制品，里面的人不知道自己只是代码，他们以为头顶的太阳是真的。直到某一天，某个数字人无意间触碰到自己的边界，发现天空是一片无穷的代码。你会打个寒战吗？当你的文明拥有这样的能力，你已经开始接近于宇宙本身了。但你的另一条腿还陷在3维空间的泥沼里，你还需要更高的自由度才能跨越宇宙的尺度。于是终极工程来了，虫洞。虫洞是时空的捷径，它的原理是把一张纸的2边对折，然后用一支笔穿透纸面连起2点。在纸面上爬行的蚂蚁要走很长的一段路，但从笔尖穿透的捷径只需要一眨眼。这个比喻很简单，但真正的虫洞制造比撕开纸复杂1万倍。它需要负能量，需要暗物质，需要极其精确的引力控制。文明必须先把一片空间折叠起来。他们用什么折叠？用维度手术刀。这是一项几乎无法理解的科技。他们能暂时将我们的3维空间向高维打开一个缺口，在缺口上看到的宇宙像无数个镜面的倒影，时间在那里失去了方向。然后他们从高维出手，把2片遥远的时空缝在一起，虫洞由此诞生。
一旦虫洞建成，光速墙就崩塌了。你不再需要等待几千年，你穿过一条隧道，另一端是几万光年外的星系。你可以坐上穿越虫洞的列车去另一个星系吃早餐。这时，银河系内部分裂的殖民地再一次被连接起来，内战的伤痕渐渐平复，贸易和思想重新流动。那个大一统的文明终于浮出水面，但在它完成统一之后，一个新的问题像幽灵一样罩住了每一个人。这个问题叫极乐。当你可以制造虫洞，当你可以修改物理常数，当你拥有黑洞的无限能量，你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你想吃最好的食物，一个分子机器可以在1秒内合成出宇宙任何一个角落的味道。你想让自己永远年轻，基因和纳米机器会满足你。你想拥有不朽的爱情，你可以创造出一个完美的伴侣，他记得你的一切，永远爱你。甚至你可以创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小宇宙，在里面扮演上帝。这听起来像天堂，但问题是天堂待得太久会变成地狱。一个全能文明的最大敌人不再是资源，不再是距离，也不是战争，而是无意义感。当一切都可以轻易得到，追求就失去了价值。当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修改过去，时间就失去了重量。当你的意识可以无限复制，死亡就变得毫无意义。而意义是人类文明的隐秘燃料，没有它，生命会变成一锅温吞的汤。很多超级文明就是在这种极乐陷阱里慢慢退化的。他们的身体还在，他们的能量池还是满的，他们的计算机还在运行，但他们不再产生新的想法，不再探索新的宇宙，不再仰望星空。他们只是躺在虚拟天堂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些最快乐、最安详，也最无聊的画面，就像一只喝醉了酒的巨兽倒在星海中央，永远不再醒来。如果你问有没有文明能逃出这个陷阱，答案是有的。他们把自己变成了追问，他们把生存的目的从满足欲望改成理解宇宙的终极问题。他们仍然在寻找答案，他们仍然愿意为了那一点点未知放弃永恒的舒适。他们是宇宙中最硬核的思考者。就这样，历经无数危机的人类文明终于把目光投向了宇宙的尽头。终极领地不在任何一颗星球，而在时间本身。物理学的规则像一道铁幕横亘在文明的头顶。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定律，它告诉你一切有序的结构都会走向无序。你的恒星会熄灭，你的黑洞会蒸发，你的文明无论多么强大，都只是在一片废墟上的短暂宫殿。熵增是宇宙的洪水，文明是洪水中的一座沙堡。那人类能不能建造一艘真正的方舟？科学家们曾经给出过2个宏大的方案。第一个叫宇宙重演，我们不去对抗热寂，我们安静地等待，等宇宙中的物质耗尽最后的能量，等所有恒星都熄灭，等宇宙空间膨胀到极限，然后或许某一刻，整个宇宙会在一场新的坍缩中压缩成一个起点，接着起点爆炸，又一次大爆炸发生，一个新的宇宙诞生。这是宇宙级的大转世。文明如果想参与其中，就需要把自己改写成信息，把全部的知识、记忆、情感和对宇宙的理解编码成一行一行极其稳定的物理结构。这一堆文明结晶会被抛入起点，在下一个宇宙里它将重新展开。新宇宙会诞生新的恒星、新的行星、新的生命，而那个生命会从这个古老的信息中读出我们的存在。他会在博物馆里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种奇怪的哺乳动物，站在草地里望着星空。但问题在于，这种重演并不保险。下一次大爆炸的物理常数可能不同，宇宙的膨胀可能太快，物质可能无法凝成恒星。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种下的种子会落在什么土壤里。更令人绝望的是，在起点上一切信息都会被抹平，你的记忆、你的爱、你的恐惧都会在那一瞬间化为纯粹的混沌。你甚至不知道新宇宙里的生命会不会记得你，你唯一能做的只是祈祷。
第二个方案更加激进，也更加危险，那就是主动制造一个新宇宙，然后把文明的种子种进去。这需要消耗根本无法想象的巨大能量。你需要集中整个可观测宇宙的剩余资源，你需要在一个点上压缩出足以引发新宇宙诞生的极小起点。实际上，这个行为的物理方式跟宇宙大爆炸一模一样，只不过大爆炸是自然发生的，而你是主动引发的。这个计划可以叫宇宙播种。如果成功，你会从旧宇宙的废墟中打开一条通往新宇宙的道路。你可能会被吞噬，也可能会成功穿越。你会降临在一颗年轻的沸腾的新生星球上，你的飞船可能就是那个新品种宇宙里的第一粒文明的火种。你重写了规则，你赢得了时间，文明的火不会熄灭，但是这个计划的代价可能是毁灭旧宇宙。你需要在旧的宇宙结构中撕开一道裂缝，这道裂缝会消耗大量能量，可能加速旧宇宙的坍缩。你相当于在一条即将沉没的船上凿出一个逃生的洞，你救了自己，却让船沉得更快。这是宇宙级的道德困境。一个真正强大的文明能承受这样的抉择吗？有些文明会拒绝，他们会选择留下来陪伴这个宇宙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会把最后的能量用在最后一场伟大的计算上。他们想算出什么？不一定，可能只是想知道这个宇宙为什么会存在，以及它们为什么会存在。这比永生更珍贵。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天，但我们可以想象，当最后一个黑洞在我们头顶蒸发殆尽时，宇宙中还有一道意识的光，它不属于任何肉体，它不属于任何机器，它只是宇宙自我意识的一点残渣。它在默默发问：这一切从何而来，到何而去？这也许是5级文明的真正含义。5级文明已经不再是某个种族的文明，它就是宇宙本身。它在宇宙的诞生中找到自己，在熵增的浪潮中思考自己，在最终的寂灭中安放自己。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1亿6千万年之后，我们到底能走到宇宙文明的哪一级？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我们甚至不确定人类能有足够的时间走到那一天。我们脚下的星球还在发着烧，我们头顶的战争还没有停止。人类文明此刻还很年轻，还很幼稚，就像一个婴儿还没学会走路，就幻想自己能跑完马拉松。但你要知道，宇宙慷慨地给了我们时间，1亿6千万年足够一颗恒星燃尽又重生，足够银河系旋转好几圈，也足够一个渺小的物种从地球的泥潭中崛起成宇宙的巨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会成功。极乐陷阱等着我们，虚无主义等着我们，猜疑链等着我们，热寂也等着我们。文明的每一次跃升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肉体的飞升可能会让你失去自我，意识的永生可能会让你失去敬畏，能源的掌控可能会让你变得贪婪，星系的战争可能会让你变得冷酷。到了最后，你也许会问：我们为什么要走这么远？我猜答案藏在人类最古老的基因里。当我们的祖先第一次在草原上站起身来，他们看到的星空比今天更亮。他们问那是什么？这个好奇心才是人类所有的武器，所有的飞船，所有的戴森云最终极的驱动引擎。只要文明还在发问，它就还没有死。哪怕有一天宇宙注定要热寂，至少我们曾经用光和热在黑暗中写下过一行字。这里有过生命，这里有过爱，这里有过人类。他们的文明曾经试图走完那条通往宇宙尽头的路，这就足够了。如果你喜欢这趟跨越1亿6千万年的旅程，记得点赞、订阅、转发给更多朋友。我们下一程宇宙再见。